曾经经手过一个案子，一位年轻妈妈在自己家休息时遇害。由于凶手太过狡猾，我们生生把这个案子做成了灵异门。先是受害人儿子说每天夜里都有只手要来抓他，我们便天天去守那只手。后来受害人丈夫又说妻子每天夜里都托梦给他，我们又天天化身周公去给他解梦。不过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们就是通过他的梦破了这个案子。他的妻子在梦里明明白白告诉他获其一把钥匙。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那天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午，小学老师李小麦觉得有点不舒服。1点50分，她打电话跟丈夫郑大豆说，身子骨有点不得劲儿，想回家歪一会儿。郑大豆心疼地劝她，那还上什么班？直接请个假，下午好好歇着。晚上我收了车，买个大猪蹄儿回来炖得烂烂的，给你补补。儿子等我下了班去接正好。这寻常的温情成了最后一句对白。傍晚6点10分，暮色四合，郑大豆拎着沉甸甸的大猪蹄儿，领着刚放学的儿子，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推开家门。一股铁锈混合着甜腥的浓烈气味，毫无征兆地撞进鼻腔，他瞬间屏住了呼吸。手忙脚乱打开灯，客厅通往卧室的过道上一片令人窒息的暗红。他的妻子李小麦以一种极不自然的姿态，脸朝下匍匐在卧室门口，像一尊被打碎的瓷娃娃。近乎发黑的血液如同泼翻的油漆，从他身下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蜿蜒成一片死亡的沼泽。郑大豆一把捂住儿子的眼睛，那只猪蹄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滚落在血泊边缘。案子一上手就是一片绝望的真空。所有凶案的动机无非情海翻波，血海深仇，或利欲熏心。可这对小夫妻是这座城市里最常见也最不起眼的那类人。一个是在方向盘后日复一日画着固定路线的公交车司机，一个是在讲台上对着稚嫩的面孔重复加减乘除的小学老师。日子不穷也不富，却也安稳得像块压舱石。情杀，查了个底调。街坊邻居、同事亲朋众口一词，小夫妻恩爱得很，没有红颜祸水，没有蓝颜知己，鸡毛蒜皮的争吵都少得可怜。他们的生活单调的像郑大豆那趟永不改线的公交车。仇杀，李小麦温和的连蚂蚁都舍不得踩，说话都软绵绵的。郑大豆老是得被人插队，都只敢嘟囔两句。仇从何来？怨向谁生？财杀，屋里就那点家当，电视冰箱还是结婚时置办的，实在是没啥值钱的玩意儿。几张省吃俭用的存折，抽屉里的几百块零钱，李小麦手上的结婚戒指一样没少。这场杀戮像是蓄谋已久，又更像是一次精确的偶遇。李小麦仅仅是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不适，回家睡个午觉就把命睡没了。凶手仿佛算准了他独自在家的空隙，像幽灵一样潜入，又像晨雾一样消散。当然，按照铁律，配偶是头号嫌疑人，但郑大豆的不在场证明坚固的像他开的那辆公交车。整个下午，从1点半到5点半，他都在那辆编号为 K112 路的公交车上。起点站发车记录，沿途监控，一车又一车的乘客，调度室的同事，无数双眼睛都证明他从未离开过那个狭小的驾驶座。他离开1秒钟，整条线路就得瘫痪。他的轨迹被城市庞大的交通网络和无数陌生人牢牢钉死。现场门窗完好无损，没有一丝暴力闯入的痕迹。结论只有一个，门是李小麦自己打开的，凶手是他认识的人，一个能让他在午休时分毫无戒心地请进家门的人，绝对不是陌生人。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凶手的从容。行凶后，他仔细擦掉了所有可能遗留的指纹和痕迹，轻轻带上门，仿佛只是来串了个门。至于凶器，
法医根据伤口推断，应该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锋利趁手，而且就来自这个家的厨房。因为郑大豆说他们家有一把水果刀，但现在没了，它消失了，像从未存在过。凶手像一阵来自地狱的风，目的明确，手段残忍，尤其反侦查手段老辣得令人齿冷。现场干净的像被舔舐过，除了那滩已经凝固的血迹，什么都没留下。他精准地选中了那个午后的空隙，如同毒蛇划过窗棂，完成了杀戮，又悄然融回城市的背景噪音里。但就在专案组焦头烂额，陷入死胡同时，这栋刚刚被死亡光顾的房子里开始发生一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情，仿佛那滩干涸的血渗入了房子的地基，滋生出某种不祥的东西来。首先是尸体运走，生活还得继续。郑大豆和儿子小豆粒父子俩依旧住在这个浸满悲伤和血腥味的家。因为房子离学校近，当初就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房，郑大豆上班也近，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总不能花钱租房子吧，日子总得过下去。然而没过几天，才上小学的小豆粒死活不肯再睡在家里，他眼睛里盛满了超越年龄的恐惧，对着父亲哭喊着：家里有手，天花板上有手，要抓我！郑大豆只当儿子被吓坏了，做了噩梦。他只好夜里陪着儿子睡。几晚上过去，郑大豆熬得眼圈乌黑，却什么也没看见。天花板是白的，灯是关着的，房间里除了父子俩的呼吸声，什么也没有。爸，他又来了！小豆粒又一次在深夜尖叫着惊醒，小手指着漆黑的天花板，声音惊恐：你看不见吗？就在那儿，一只手，他来抓我了！孩子眼中的恐惧真是得让人汗毛直竖。但郑大豆抬头望去，仍然只有一片空洞的黑暗。郑大豆被折腾了几夜，几近崩溃，又走进了刑警队。警察同志，我儿子他快疯了，说天花板上有只手。这案子硬生生将我们逼进了灵异门。我们去豆粒的卧室看了看，房子是简装的，根本没吊顶，就是周围走了一圈石膏线，所以不存在天花板上藏着什么东西。但对于我们来说，案子走到了死胡同，这只手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钥匙，是我们唯一的稻草。于是专案组的人顶着黑眼圈，硬着头皮开始轮班去郑家守夜。守那只手，一群信奉唯物主义，常年与穷凶极恶打交道的刑警，整夜蜷缩在这套发生过命案的房子里，凝神静气，盯着天花板，试图捕捉一个孩童臆想中的鬼影。这场景荒诞的让人想笑，又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守了3天，天花板洁净的像电影幕布，啥都没有。就在我们泄了气时，第4天半夜，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同事戳了我一下：快看，那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一只手？我使劲睁开被睡意糊住的眼皮，视线所及，惨白的天花板上，一只清晰的手影如同地狱探出的鬼爪，疏忽一闪，瞬间又被浓稠的黑暗吞噬，快得如同幻觉。操！你看见没？真他妈有只手！旁边戳我的同事小丁声音都变了调，就他妈在天花板上，晃了一下就没了。你信我，我真看见了。信？我他妈也看见了，清清楚楚，是吧？你也看见了吧？小丁长出一口气，随即又陷入更深的恐惧。可他没了，又没了，这他妈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刚才窗外是不是过去一辆车？我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扰了潜伏在黑暗里的东西。对，刚过去一辆，车灯扫过窗户。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小丁的瞳孔骤然收缩。对，没错。我像溺水者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兴奋地指挥小丁：你现在出去，开辆车来，就在这窗外来来回回地开。慢点，行走路线，
灯光角度每次都要变，像他妈描图一样。动静小点，别惊了街坊四邻。小丁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房间里剩下的所有专案组成员都围拢过来，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我们像一群蛰伏在古墓里的挖宝人，屏住呼吸，眼珠子瞪得几乎要脱眶，死死定在那片刚刚显露出鬼爪的天花板上。终于，当小丁驾驶的车灯第3次扫过那扇蒙尘的窗户时，它出现了。一只清晰无比、五指分明的手掌赫然出现在天花板上，如同一个来自地狱的签名。不是幻觉，不是臆想，它就那么突兀地悬在那里。操！不知谁低吼了一声。我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撞开门冲到屋外，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射向那扇窗户。郑大豆的房子是1楼，外面紧邻着一条路，终日车来车往，暴土扬尘的，所以窗户玻璃积满了灰蒙蒙的尘埃。就在那污浊的玻璃上，一个异常清晰的手印如同恶魔的亲吻贴在玻璃上。因为里面贴了防窥膜，所以从屋里看它完美的隐形了，但从外面看，在这片被灰尘覆盖的画布上，它非常清晰。这就是那只鬼手的源头，一个被特定角度的光线唤醒的幽灵印记。车灯是画笔，灰尘是幕布，窗户是投影仪。而那只手印如果是凶手留下的，那这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只对特定视角开放的恐怖剧目。说白了就是，如果夜间外面有车经过，如果角度正好，车灯透过这只手印就会映在天花板上，形成一只手的影子。但并不是所有的车子经过都会有影子出现在天花板上的，必须要角度正好才能投射过来。比如小丁将车来来回回开过去6次，我们只看到2次影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窦丽能看到郑大豆看不到的原因。而据郑大豆反映，小窦丽以前从没说过天花板上有只手这句话，所以这只手印99%就是凶手留下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只手印虽然清晰无比，但是戴着手套的，这就更加证明这只手是凶手的。因为这么热的天儿，平常人谁戴手套啊？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这只手印用特殊手段取下来，仍然一筹莫展。天花板的手找到了，凶手的痕迹也找到了，但似乎没什么毛用。挫败感如同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整个专案组。大家都不想说一句话。整整1天，我都对着那个手印模板发呆。窗外城市的喧嚣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我的目光死死盯在那个手印上，想要将它看穿。冥冥之中，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诉我，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手印，凶手留下的，或者说命运让我们发现它，绝非偶然。那幽灵般的投影，精准的角度设计，近乎挑衅的现身，这里面一定藏着玄机。小丁疲惫地瘫在椅子上，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头别看了，眼珠子瞪出来也看不出指纹。死胡同了，看不出指纹也能看出别的东西。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他妈巧了吗？为什么郑大豆陪着儿子睡了好几夜，一次都没撞见这鬼手？为什么偏偏我们这群不信邪的，守到第4天他就恰好出现了？还他妈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撞大运了呗？还能咋解释？小丁苦笑，撞大运？我冷笑一声，这世上所有看似偶然的出现，背后都他妈是必然的需要。你想想，如果郑大豆先发现了天花板上这只鬼手，他会怎么做？怎么做啊？他肯定也吓一跳，然后可能也会想到是窗外有问题，出去找呗，然后发现这个手印。是的，作为一个成年人，凭他的智商，他也会想到是窗户那里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平常人，他不会想到保护现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刚刚死了老婆，被儿子吓得六神无主的普通男人，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有可能会擦掉手印。对，他会立刻马上
擦掉这个吓唬他儿子的脏东西。他可能擦到一半，有可能也会反应过来，这可能是线索，但第一反应绝对是抹掉它，对不对？周围的同事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目光聚焦过来。小丁嘟囔了一句：“你又神神叨叨。”这他妈就不是神神叨叨，这个手印，它出现在这里，被我们看到，而不是被郑大豆擦掉，这本身就是凶手或者命运给我们留下的一条路。它里面绝对有货，一定有我们还没挖出来的东西。我再次抓起那个手印模板，几乎将脸贴了上去。我的目光像梳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每一根手指的印痕，指节的弧度，压力的深浅。突然，我的视线死死定在了小指的印痕上。我惊喜地发现，这只手印的小手指印子明显虚弱，没有其他手指印那么清晰有力。其他的手指印是很用力地按在玻璃上，手套的纤维纹理都看得一清二楚，而这个手指的纹理明显模糊，而且上半段明显向外歪。只是当时我们只惋惜这只手戴着手套提取不到指纹，没注意到这个细节。现在仔细一看，这个手指明显不对劲。我举起指印模板，指着那根手指，你们看，他这根手指的手套里是不是空的？其他人一下子围过来，这里，你们看，看这根小手指的印子，仔细看。所有人的脑袋瞬间围拢过来，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秃鹫。在放大镜和强光手电的照射下，那根小指的印痕清晰地显露出异常。印痕虚弱，与其他4根手指饱满、深陷、带着清晰手套纹理的印痕相比，这根小指的印记明显浅淡、模糊，仿佛没有用力，形态扭曲。最关键的是，小指印痕的上半段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向外歪斜，就像手套里面包裹的不是手指，而是空气。我们之前只惋惜与手套隔绝了指纹，完全忽略了这隐藏在形态深处的更加有辨识度的真相。空的，一个同事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干涩，他这根手指手套里面是空的。这个人左手的小拇指要么天生畸形短了一大截，要么就是后天被切掉了一部分，反正这根手指不完整或者直接缺失。真相的獠牙终于在这一片绝望的尘埃中缓缓露出了它狰狞的一角。门窗完好，熟人作案，这8个字像沉重的枷锁，死死铐住了我们的调查方向。不得不说，先入为主的理念真的很操蛋。既然那只来自地狱的鬼手留下了残缺的签名，一个左手小指残缺或缺失的凶手，那么就沿着熟人这条路再筛一遍。我们再次把熬得行销鼓励的郑大豆叫来。郑大豆，抛开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穷尽你所有的记忆，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哪怕只是点头之交的熟人，仔细想想，有没有谁左手的小指头是短的、缺的，或者明显畸形的？郑大豆抱着头，指甲几乎要抠进头皮里，像一头困兽在记忆的迷宫里绝望地冲撞。时间1分1秒过去，他搜肠刮肚，把能想到的人，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都过了几遍，最终只剩下绝望的空白。没有。他抬起头，眼神涣散，声音嘶哑：“警官，真的一个都没有，我认识的人里没谁缺手指头啊！妈的，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一拳砸在桌子上，查，给老子全程比对，医院骨科记录、工伤档案、残联名录，甚至他妈的街头巷尾的乞丐，大海捞针，掘地3尺，也要把这个9指阎罗给我救出来。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启动这场近乎疯狂的全程筛查时，第2天清晨，郑大豆像一阵被风吹进来的枯叶，跌跌撞撞冲进了刑警队。警官，我有事要汇报。冷静点，说。我心头一紧，预感到某种非比寻常的东西要破土而出。是我做了一个梦。小麦来了。
连着2夜了，做同一个梦，像放电影一样缠着我。郑大豆激动得语无伦次。梦？什么梦？我一下兴奋起来。就是井仲县。我梦回几年前刚买下那套房子的时候，阳光特别好，我和小麦，她还穿着那件印着小花的旧裙子，我们俩就站在新买的房里，指指点点，兴高采烈地商量着怎么装修我们的家。她的声音哽咽了，泪水无声地滑落，那感觉太真了，连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我都能闻见。你确定是同一个梦？连做了2次。我小心翼翼地追问，生怕把这个梦给吓跑了。千真万确。第一次是你们取走窗外玻璃上那个鬼手印那天夜里，第2次就是昨晚。第一次我以为就是太累太想他了，做了这个梦，没敢来打扰你们，可昨晚他又来了，一模一样，连我们商量买哪种瓷砖的细节都一样。这绝对不是巧合啊！小麦他是不是在给我们指路啊，警官？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1次是思念，2次是什么？而且是紧跟着关键物证被取走的时间点。这巧合本身就散发着坟墓的气息。我深吸一口气，梦里除了你妻子还有别的人吗？没有，只有我们2个人。那现在你把所有参与过你房子装修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过一遍脑子。谁的左手少一根手指？材料商，送水泥沙子的，电工，水工，瓦工，木工。郑大豆突然尖叫一声，打断我的话。木工。我想起来了，那个姓林的木工小手指头少半个。线索咬合，推进如刀切黄油。林兆明是郑大豆一个8竿子都打不着的远房表叔介绍的木工。表叔提起他时，浑浊的老眼里带着点惋惜。兆明这孩子手上活计是真漂亮，爆花推得跟段子面似的，就是不成器，好赌。辛辛苦苦挣的钱全填了那无底洞的赌窟窿，老婆孩子都跑了。啥？你说他那根手指头？学徒的时候不小心被锯啃了。表叔给的地址指向城西边缘一片巨大的如同城市溃烂伤疤的自建出租屋群落。这里巷道狭窄如肠，污水横流，头顶是蛛网般交错的晾衣绳和乱拉的电线，终年弥漫着劣质煤烟、腐烂菜叶和廉价香皂混合的刺鼻气味。我们迅速控制了林兆明租住的那栋3层红砖楼周围所有视线死角。破门而入的瞬间，一股浓烈的混杂着劣质烟草、松木爆花、汗馊味和隐约霉烂气息的气浪扑面而来。屋子狭小逼仄，像个被暴力翻搅过的垃圾场。地上散落着锯末子、钉子、卷尺、几把凿子，墙角一个锈迹斑斑的煤球炉上放着一把铝壶，伸手探一把炉灰，冷冰冰的。人早跑了，鸿飞冥冥。痕检确认，屋内有近期激烈翻找物品的痕迹。邻居模糊回忆，前几天，也就是案发当天傍晚，看到林兆明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帆布包，行色匆匆地离开，之后再未出现过。他跑了。在血腥味尚未散尽之时，就第一时间切断了与这座城市的联系，如同水滴汇入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在这个小破屋唯一的收获是一串钥匙，它躺在门后的一堆煤灰里，被我一脚绊了出来。大大小小7把钥匙，但显然不是这套破房子的钥匙，因为这套房子的门锁就是一个老式的挂锁，它的钥匙应该是平面的，而这一串钥匙都是立体的，明显是那种 C 级锁、超 C 级锁的钥匙。因为这类锁内部结构复杂，弹子和叶片呈多角度立体分布，需要钥匙的3维凹槽凸起的精准匹配，这样能大大提高防撬防复制的风险，安全性更高，故为脂防盗锁。我不知道这串钥匙有什么用，但潜意识告诉我，这串钥匙非比寻常。
因为它除了不是这套房子的钥匙外，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特点，这串钥匙全部编了号。每一个钥匙柄都用木工用的防水记号笔写着阿拉伯数字1、2、3、5、6、7，没有4，肯定还有第4把钥匙。这把钥匙被他带走了，他去这第4把钥匙的地方了。这第4把钥匙对应的是哪一扇门？他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这么高档的钥匙？我脑袋瞬间成了浆糊。不管怎么说，先找到人再说吧。找到人，什么都明白了。追捕开始，从这座城市辐射向全国。通缉令雪片般发出，照片上是林兆明身份证上略显呆滞的寸照，重点标注左手小指残缺的特征。那时候火车票尚未实名制，我们只能海量排查他可能投奔的远方亲戚、过去的工友，甚至赌债圈子里那些狐朋狗友。得到的反馈要么是茫然不知，要么是讳莫如深。他像一粒沙，沉入了逃亡的茫茫荒漠。时间一天天过去，压力如同不断收紧的绳，勒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转机出现在案发后的第11天。邻省，一个距离本市700多公里的山区小县，当地路政在排查一处因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导致部分铁轨受损的铁路险情时，在铁道旁临时搭建的供抢修工人和滞留旅客歇脚的简陋窝棚区，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哑巴流浪汉。那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沉默寡言，只用点头摇头交流。引起警觉的是，他说话时左手总是别扭地蜷缩着，偶尔露出的手掌边缘隐约可见新鲜的擦伤和一道狰狞的陈旧断口，小指齐根而断。路政人员瞬间想起了近期接收到的通缉令，信息通过内部系统火速传来。照片比对，尽管脏污遮掩了大半面容，但那道断指疤痕和眉宇间的轮廓与通缉令上的林兆明高度吻合。就是他！压抑了多日的情绪瞬间点燃。专案组精锐进出，星夜兼程，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狼群，扑向那个隐藏在群山褶皱中的窝棚。抵达时，天刚蒙蒙亮，小雨淅沥，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临时窝棚建在铁路旁一处相对平坦的斜坡上，紧邻着抢修现场，泥泞不堪，到处是忙碌的工人和堆积的物料。在当地民警的指引下，我们锁定了目标所在的窝棚，一个用破雨布和树枝勉强搭成的三角形帐篷。没有贸然强攻，我们换上当地工人的破旧雨衣，混杂在上工的人群中，慢慢靠近那个目标窝棚。虽然我们人多势众，但一旦惊动罪犯，他要是不要命的逃窜，在这个崇山峻岭可够我们撵一气儿的。我们可不想玩狗撵兔子的游戏。在快要靠近窝棚的时候，目标出现了。他佝偻着背，低着头，用一顶破草帽极力遮掩着脸，动作迟缓地钻出窝棚。那顶破草帽微微抬起的瞬间，露出了小半张脸，正是林兆明。那张脸比通缉照片上瘦削了不止一圈，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布满污垢和疲惫的皱纹，唯有眼神深处残留着一丝惊弓之鸟的警惕。行动！我一声低喝，几名伪装成工人的侦查员从不同方向猛地扑出。林兆明大惊，他怪叫一声，转身就想往旁边陡峭的山坡密林里钻，但已经太晚了。小丁如同离弦之箭，一个标准的擒抱从侧面狠狠撞在他腰上，巨大的冲击力让两人一起滚倒在泥浆里。林兆明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残缺的左手疯狂地抓挠、捶打，甚至试图去咬小丁的手臂。其他同事一拥而上，几双铁钳般的手死死按住他挣扎的四肢和头颅。林兆明！我拨开人群，大喝一声，挣扎骤然停止。林兆明像被抽掉了所有的骨头，瘫软在冰冷的泥浆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破风箱般的嘶鸣。
泥水糊满了他的脸，只有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透过泥浆的缝隙死死地盯着我。审讯室里，我们让他将左手伸出来，亮出我们的手印模板。严丝合缝。说吧，为什么要杀害李小麦？赌博输了，想偷点钱。敲门进去偷点钱？我不是敲门进去的。怎么进去的？我自己开门进去的。自己开门进去的？你哪来的钥匙？我给他们家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把钥匙，我就偷偷配了一把。操！还有这操作？话说，新房装修不是都有2把装修钥匙吗？就是一般新房交付的时候，业主会拿到7把钥匙，其中2把是装修专用钥匙，等装修完毕，其他5把钥匙一插，这2把装修钥匙就自动作废了，配了也没有用。但当我们问郑大豆的时候，郑大豆却说，我买的是2手房，前房主就给我5把钥匙，没有装修钥匙。那你装修完为什么不把锁换了啊？防盗锁挺贵的，没舍得。我仰天长叹，一念之差啊！那你配的那把钥匙呢？扔了。我把那一串钥匙扔在他面前，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我给人家装修，人家给我钥匙，我偷配的。那这些人家你都去偷过？我音儿都变了，妹的，怎么会有这么胆大包天的人？也不是，有的家里有老人，天天家里都有人，没法下手。有的钥匙配了，但配的不好，不过关，打不开门，我也就偷了3、4家。到底是3家还是4家？算上最后这一家，4家。那钥匙上的编号是什么意思？钥匙上的编号对应的是哪个小区哪栋楼哪个房子，但是你就写了一个数字啊！妈的，你写的是摩斯密码吗？钥匙柄太小，写不开那么多字，我就写一个数字，然后在手机备忘录里备注一下1是谁家，2是谁家。我打开他的手机，备忘录赫然写着：1金水湾21栋502室，2帝王院34栋1001室，3小桥流水23栋802室。我看得毛骨悚然，喃喃道：这些人家你都去过？是的，都去过，但有的钥匙打不开，进不去。我明白了，他每一家都去试过，但有的比较高端的防盗，所谓防复制，会采用特殊工艺，如激光雕刻、加密芯片等。这类钥匙可能需要品牌官方渠道才能配置，且必须提供之前的购买证明或者产权证明，以防止非法配置。那么他在那些普通小作坊配置的钥匙就无法打开人家的大门，这些人家就在不知不觉中和魔鬼擦肩而过。你一共盗窃了多少钱？也没偷到多少钱，就几千块，都花完了，记不太清具体多少了。好，这个问题我先不问你，等一会我们会查。我现在就问你，你偷钱就偷钱，为什么还把人杀了呢？我以为家里没有人，但没想到一进去那个女的在家里，看到我吓得大喊大叫，我怕被人听见，一时慌了神儿，就顺手抓了旁边餐桌上的水果刀捅了过去。我真的没想杀人，可是我一打开门看到一女的站在卧室门口，我就懵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尖叫：你怎么会有我们家钥匙？来人啊！有贼！救命啊！他妈的，他一个劲的尖叫不止。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就想弄俩钱，真没想杀人。水果刀呢？扔了。扔哪去了？我扔到小区后面的小河里去了，连同那把钥匙一起都扔河里了。你从你自己家逃走的时候在屋里翻什么？我就是在找这串钥匙，但怎么也找不到了。你找它干什么？我想把它带走，万一我要是能躲过去这场灾难，或许这钥匙还有用，毕竟花了不少钱配的。有什么用？再去偷一次。是这样想的，毕竟城里人都是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如果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境，有一家我已经去偷了2次了。已经去偷了2次了。那窗户上的手印是怎么回事？你到窗户那里干什么？我进屋之前先在窗户那里听了听，
听见没动静才开门进来的。之前我踩过好几次点了，清楚他们在那个点都不会在家。为了保险起见，我又专门站在窗户外听了一会儿，手印大概是那个时候留下的。没想到失手了，那个女的竟然那个时候在家。哎，我们带着林兆明去了小区后面的小河边，在他的指认下捞出了那把水果刀和那把钥匙。钥匙柄上写着4。自此，这起凶杀案完美告破。但我们所有人都意难平。冰冷的现实逻辑背后，是比任何精心编织的鬼故事都更刺骨、更荒诞、更令人窒息的遗憾。物证室里，那把钥匙躺在托盘里，旁边是手印和水果刀。钥匙持口在灯光下泛着微弱的光，它曾开启一个称之为家的门，最终却只放进了死亡。仅仅就因为一把钥匙，仅仅就因为没舍得换一把防盗锁，一个年华正好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李小麦这是有多不甘，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托梦来协助破案啊！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